中美首脑再次电话会晤，有网友说是美国怂了，也有人说美国玩阴谋诡计。其实这两种观点是不是都把中美关系看得太过于简单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呢，教师节，上午开大会嘛，中午的时候就看的新闻了，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呢就中美关系还有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这个呢，应该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双方领导人的第二次直接通话。中方认为呢，目前中美关系对世界来讲是不利的，但是不管现在关系怎么样吧，中美是否能够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所以呢，中方领导人大方向说得非常清楚了。而拜登呢，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说之一啊。他说，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来没有意愿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意同中国开展更多的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最后呢，双方还一致认为，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新闻播出以后呢，我就主要看了一下各个这个新闻平台评论区，还有各个微信群的反应。结果我看到呢，有些人说这次对话呀是中方应美方要求进行的，说明是美国人着急，美国人有点怂了，美国人在低头。还有人说呢，美国人的话还能信，一句话都不要听。看得出来，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不少，而且呢都有点小情绪。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人这次态度算不算认怂。我觉得不能算，因为这一轮会晤毕竟是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交谈，剑拔弩张的这种气氛就不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一定会平和。而且呢，拜登上任之后，其实观点基本上没有变过，这次拜登说的话基本是以前观点的重申，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呢，国外的朋友也推出来白宫方面的报道，白宫说拜登在谈话中抱怨了中方官员前几轮会谈中没有认真态度，因此很失望，所以呢要两国领导人亲自交谈，看看能不能建立一个认真沟通的关系。所以你看，这根本不是认怂。当然了，要说美国急于谈出一些成果来满足美国的发展需要，这个也没错。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从中方表态也能看得出来，中美关系如果总保持紧张的关系，中国自己也不得不面临更多的不利局面。所以我们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我们真实的说法，真实的愿望。至于有人喊口号说美国人的话一句都不能信，这也是走到了一个二极管的另一端，过于情绪化。如果真是如此，美国的话一句都不能信，那中国领导人跟美国人来谈什么？有什么可谈的？一个国家的话可信不可信，那都是要根据双方的力量、利益以及每一个政治行为的后果和成本进行综合分析的，不能简单的凭着情绪一句话否定。而且美国呢也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声音都会出现，哪些对我们不利，哪些对我们有价值，我们都必须清晰的区分出来，并且抓住机会。中美之间的事情啊，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可能未来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还会起起落落。所以呢，我们的民间也需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也需要对政策和宣传口吻的调整有必要的理解。中国领导人提出国家要有大格局，这个大格局呢，也需要官方到民间各个层面一起推动和体现。好，关于这次中美领导人的通话给我们带来的提示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